亚洲最宜居的城市居然是日本的大阪。我在街头发现了中国红旗轿车的展示店，人生第一次摸到30斤重的金砖，比想象中小很多，它的价值约1300万人民币。10年旅行最尴尬一幕，人在日本大阪，银行卡取不了钱，身无分文。我只带了工行的储蓄卡，试了大阪日本桥附近几家便利店的自动取款机，都是直接退出卡片。我的内心多少有些慌乱，毕竟手上完全没有现金，连人民币现金都没有带，只带了这一张银行卡。在这异国的街头，没现金简直寸步难行。好的方面，我在国内就买了日本的手机卡，现在我可以无障碍的上网，所以酒店可以从网上订，日本的便利店和连锁餐厅基本都支持微信支付和支付宝，基本的生存保障是没问题的，但没办法买地铁票，也没办法去其他不支持手机支付的店铺。我只能开启乞讨模式，在日本桥附近寻找中国人的店铺，还好这里是大阪的中国人聚居区，中国商铺并不难找。我在一家浙江人的包子铺吃了个早餐，并用微信支付换了3000人民币的日元现金，心里这才踏实了一点。我原以为只是便利店的自动取款机不支持工行卡，如果去到银行的 ATM 应该就没有问题了，便没有换太多日元现金。事实上，这绝对是一次误判。我后来到了京都，去到几家银行的 ATM 机，仍然是无法取钱，而且也找不到中国店铺换钱，形势非常被动。我上网查了一下，原来工商银行的储蓄卡现在只有芯片而没有磁条。日本绝大多数的自动取款机主要都是读取磁条。说好听一点，是工商银行过于先进，导致落后的日本体系无法识别。说难听一点，工行的卡烟割了磁条功能，导致出国的用户叫天天不应。所以诚恳建议出国旅行的朋友多带几家银行的卡，以免到时流落街头。接下来就是我的日本大阪游记。时隔6年再次来到日本，心态上有一些变化。多年前看日本就像2005年看家有儿女，他们家住着现代化的小区，流行一双球鞋880元，一条泳裤居然花了250元。给我的感觉就是差距太大，只能踮起脚尖仰望。现在再看日本，就像现在在看家有儿女，虽然他们北京的房子价值仍然很高，但我们家小区的硬件甚至更好，大家的生活变得相对比较接近。还有一些心态的变化，就是之前看日本人整活，比如寿司之神、拉面之神，一看到这种架势，内心马上涌上4个字：工匠精神。但现在看到这种日本人形式上的花活，就像是看低级别的杂耍，内心的想法是，有必要整得这么装腔作势吗？不管怎样，把任何人和群体神化，都是对自己的不尊重。今天我要去参观大阪市内的钱币博物馆。街头骑自行车的人很多，甚至很多外卖员也是骑自行车，这样送外卖效率会不会有点低？大家都说大阪人比较随性，乱停放自行车的情况非常常见，不知道我拍到的这种情形是不是属于乱停乱放？中国人在日本旅行确实有很大的优势，因为汉字通用，而且大多数时候意识表达也是相同的。我不会日语，但我看到这些店招和路牌，基本都能猜个七七八八，便利性还是很高的。日本人的审美在我们看来还是有些怪异，我不是说高下之分，是说审美取向不同。比如这个大阪世博会的 logo， 我只会想到一条长了眼睛的大肠，或者像变异的怪物。天神祭典是日本3大祭典活动之一，是坐落在南边的大阪天满宫的祭典活动。日本旅游最大的优势，恐怕就是他们的服务水平，真的是做到了顾客之上，宾至如归。无论你是到商业店铺还是公共景区，他们的服务非常职业，非常标准，非常令人满意。有人说他们都是表里不一，内心指不定会有歧视和不满，但我认为这并不重要。人与人交往能够讲究论迹不论心，已经非常完美了。我不管你是不是真心这么热情，只要你整个过程让我很舒服，我就为你点赞。在钱币博物馆里，这张图让我觉得很奇怪，我们一直把日本称为东洋，没想到日本把我们也称为东洋。
看日本的历史文物，感觉中国对他们的影响无处不在。历史这东西最大的吊诡之处，就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我们绝大多数的老祖宗，如果知道我们在1840年之后的这100多年，中国居然被外族欺辱到如此境地，曾经的学生，那个外村的二傻子，居然过来把老师打倒在地，用脚踩着老师的脸，差点就割断了老师的喉咙。如果知道千年藩属国朝鲜半岛的流行文化，居然逆势流行中华大地，老祖宗真的会被气得半死。不过还好，现在被动形势已然逆转。コインが出るよ。取り忘れに注意してね。また遊んでね。5円や50円に穴が開いているのはコインを調べてみよう。壊れちゃうから一度にたくさんのコインを入れないでね。コインや海外のコインは調べ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から注意してね。あと、壊れちゃうから一度にたくさんのコインを入れないでね。調べることができるよ。古いコインや这就是被中国网友称为穷人三宝之一的日本快餐十七家，另外2家是吉野家和松屋。但据说日本人并不这么认为，他们并不觉得这3家是穷人食堂。对于日本普通人来说，去吃这3家并不代表贫穷，而是代表高效、实惠和日常，更接近于国民食堂的定位。我点的这份套餐1230日元，按当时的汇率相当于59元人民币。虽然全都是预制菜，但味道还挺不错，分量偏小，但也够我吃饱。在中国的大城市，同样水准的套餐，我个人估计价格应该在49元人民币左右。按照这样来比较的话，日本作为发达国家，这个物价还是比较亲民的。穿过世界的海洋，在未来的风里流浪。我在空中挥舞手掌，你迎风歌唱，我们开着时光机，在无垠的星海夜航。窗外宇宙星河灿烂，你泪光闪闪，一个擦肩，越过一个光年。我在时间河流旁，等你看过繁华落尽，再和我一起旅行。一个转念，便是平行世界。我在安静旋转里
否忘记？时光机，在无垠的星海也好，窗外宇宙星河灿烂，你泪光闪闪。光年。